们都会轻功，还有长兵器，结合起来我就比较吃亏。从这2次打斗中就已见分晓。你跟谁学的？我跟谁学的？我跟21世纪陆战部队的军官学的。可这话能说吗？那个我自己琢磨的，大山里跟一位隐士高人学的，就是给我那些奇奇怪怪的药啊，还有行医工具的那个波斯奇人。你也知道的，那个奇人的东西都很奇怪。其实你在西北的时候，我也正在那边打仗。如果我能早一点进到那片山林，是不是就能早一点见到你？就只有在那一天，你才能见到我，这就是命。玄天明他自动将他的意识理解为这是命运的安排，却不知他的意思是，就算你早一天见到我，那个也并不是我。哦，对了，阎王殿那群杀手背后的雇主已经查到，是沈家三老爷沈万良。凤家的大小姐与沈万良接触频繁，她应该是知道这一系列计划，并为沈万良做了接应。我也想到了，我娘亲身边的孙嬷嬷有问题，我让班走连夜去查，查出孙嬷嬷唯一的孙女是那沈万良的第9房小妾。你万事要小心，我今晚不走，守着你，一直到你明天回京城。其实我很喜欢西北的大山，比起京城，我更喜欢山村里简单的生活。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人，意义是不同的。有机会我带你回去，走吧，风凉了回房睡觉。好。你说你不走，那你住在哪里？要不我让忘川寻个软椅来，你凑合一宿。傻丫头，你不知道这样对你的清誉有什么影响吗？知道，但是我早晚是要嫁给你的，更何况我是让你睡软椅，你心里有数就行了。赶紧洗漱下睡了吧，你安心的睡，我就在你身边守着。你要是不走，就给我扇扇蚊子。玄天明早已不在，他不知那人是何时走的。明明坐着轮椅，却依然可以行动自如到悄无声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忘川，小姐醒了。大清早的，沈氏鬼叫什么？叫了有一会儿了，就听他喊什么要回家，不要留在这里之类的话。奴婢还没有过去看，洗漱的水都备好了，小姐先洗漱吧。玄天明什么时候走的？寅时末了才走。寅时末，那也就是我醒前没多久。我怎么不早点醒过来？哪怕再早一点点，兴许就能看到他。姐姐，怎么了？姐姐，好可怕，母亲好可怕。她怎么了？母亲刚才咬了一个丫鬟，咬掉了一块肉，满嘴都是血，肉还在嘴里挂着，好可怕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嬷嬷，有些事情我一清二楚，适可而止，不要逼我做得太绝。孙嬷嬷怕极了，一联想到近日来帮着沈家3少爷做的那些事情，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。联想到近日来帮着沈家3少爷做的那些事情，不由得胆战心惊起来。阿恒，父亲叫住阿恒，可是有什么事？凤锦元看着这个女儿，久久没有言语，至今想不明白，20多个阎王殿杀手不但没伤他分毫，居然都死在他的手里。自凤玉衡回京，沈氏接二连三遭受创击，沈家要除凤玉衡，他自然明白其中道理。阿恒，为父希望你能多为家里想想，毕竟凤家好了，将来你的脸上才能有光啊。我从来不主动惹事，只求事别惹我。你是凤家的孩子，就要有个凤家女儿的样子啊。那就请父亲也先有个父亲的样子，请父亲在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先从一个父亲的角度出发，去关心一下孩子的安危，而不是张口闭口凤家。等有一天你的孩子都被人杀光了，看你哪来的家。哼！明日我会为子睿安排启蒙先生。好。小姐，等等我。阿恒，看见没？那几位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姐妹。郡主你也跑太快了，一转眼人就不见了，奴婢都跟不上你。怎么不说你自己笨，腿脚慢呢？这就是我柔一家的女儿凤雨衡，就是我那未来的九嫂。哇塞，你就是那个搞定了九殿下的凤雨衡啊！你好，我叫封天玉，我爹是当朝右相，跟你爹是死对头。
那什么，对头女儿你好。嘿嘿，好玩吧？2个丞相，一个姓凤，一个姓风。我真心祝愿你家的大风能把我们家这只凤凰给吹跑，吹得越远越好。凤凰吹跑了，你不也得跟着飞了吗？飞也，我是誉王府的王妃，凤凰跑不跑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，能同甘是缘分，能共苦可就得看情分了。凤家怎么对阿恒的，谁不知道？凭什么落了难还得让阿恒跟着吃瓜落？我叫任熙凤，平南将军府的女儿。我听殿下提起过，殿下说任大将军的兵法应用十分精妙，他这次平复西北也借用了不少。九殿下实在是太客气了，我父亲才赞他是少年英雄呢。其实咱们小时候是见过的，不过你也不记得，我也不记得。可是幼时家里人抱着见过面。可不，昨儿天哥来府上看我，提起你来，我父亲就说小的时候姚太医来将军府做客，就是抱着你一起来的。那时候你才8个月大，我也才9个月。你才8个月大，我也才9个月。你们几个能说会道的就先停一停，让芙蓉先跟阿恒打个招呼啊。芙蓉说话。凤小姐好，我叫白芙蓉，叫我阿恒就好啊。哎呀，包子脸圆滚滚的，好玩死了。玄天哥，你叫来的朋友果然都是一条道上的，每一个初次见我都捏我的脸。你们也这么干了？怪就怪他自己长了个包子脸，你说长成那样谁不想捏啊？我当初就收养了，结果被这丫头给咬了一口。你要么就一直装下去，要么就干脆彪悍起来，老是看起来像是小白羊，实际上是只大灰狼。你累不累啊？我娘说了，不装成小白羊嫁不出去。不信看看你们几个，除了阿恒谁有人要了？阿恒啊，别跟他们一样，他们都是狼，我家跟他们家就没法比了。我爹只是宫里打首饰的巧匠，没什么官阶。我呢，承蒙这几位大小姐不嫌弃，就将就着天天跟他们混吃混喝。凤羽恒对着白芙蓉相当满意，没有过硬的后台还能活得这么洒脱，这才是自己的人生。好了，我们也别站在这里了，走到仙雅楼，我请客。太好了，我点那道最贵的龙井虾仁。好。你们这是干啥？本郡主就是有钱也不能被你们这么敲诈啊！哎，郡主，这些菜不是冲着您上的，是掌柜的孝敬王妃的。掌柜的说了，王妃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一定要把仙雅楼的好酒好菜都给端上来，给王妃过过目。感情这是在给你们未来的王妃报菜谱啊！阿恒，你快问问吃不完可不可以打包啊？我娘就喜欢吃仙雅楼的菜，可是平时我也买不起啊，快点问问，行的话你们就少吃点，给我打包回去，听见没有？照这桌上的饭菜新装一份，给白大小姐打包。啊，小的遵命。阿恒啊阿恒，我9哥从来都是亲兄弟明算账，就算是7哥来吃饭都是得给钱的，这可是我头一回看到仙雅楼破例啊。那你说玄天明自己来吃饭要不要给钱？那当然是不用，这不就得了？他吃饭都不给钱，那我为什么要给？我现在的零花钱还都是他给的呢，就算我出了钱，那也是出他的，有什么区别？我去看看别的桌都点了什么好吃的，既然不用给钱，那咱们多吃点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这位小姐，您的裙子我一定赔，您先看看有没有被烫到。哼，清乐郡主，我当是谁？一个巧匠的女儿居然也配在本郡主的面前说话。清乐郡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您的裙子我一定会赔的。哼，你赔？你赔得起吗？瞅瞅你穿的那副寒酸的样子，就算搭上你父亲10年的俸禄，也赔不起本郡主的一条裙子。郡主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出去借，不管多少银子，我都会赔给你的。哼，是吗？1万两，你去借吧。什么？去请你们掌柜的上来，就说仙雅楼最好的一只汤碗被清乐郡主打碎了，请安定王府赔偿白银3万，一只碗3万。小庶女，你这账是怎么算的？
一条裙子1万。异姓郡主，你这账又是怎么算的？你管本郡主是怎么算的？小小庶女，看到本郡主不下跪行礼，这就是你们凤家的规矩？哟，一个异姓王家的女儿，你见到本郡主又为何不跪？阿恒是凤家庶女没错，但我可是封家嫡女。请问这位郡主，你对我们右相府封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平南将军府也很想听听清乐郡主的指教。白芙蓉是我们的姐妹，不管她的家世如何，我们都是她的后盾。还有阿恒，即便她是凤家的庶女，但你别忘了，她也是未来的誉王正妃。即便她是凤家的庶女，但你别忘了，她也是未来的誉王正妃。清乐郡主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可偏偏眼前这几个又都是不好惹的主。他火气没触发，一眼瞄到还跪在地上的小二，抬起脚就踹了过去。别以为刚才你们3个撞上时我真的没看见，要不是你伸出一只脚，刚好把芙蓉给绊了一下，怎么可能有这起事故？找茬的时候请你擦亮眼睛看一看惹到的都是什么人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凤羽恒是这仙雅楼的半个主人，我家下人挨了欺负，我绝对不能坐视不理。这3个巴掌是我还给你的，给你长点记性。清乐哪里听得下去他的话，特别是那句仙雅楼的半个主人，更是把他给刺激够呛。一回手，也不知从身上哪一处竟抽出一把匕首来。阿恒小心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胆子也不小，我本无意与你对立，怎奈你一步一步咄咄逼人。这人呐，说话做事之前总是要多考虑考虑清楚，你能不能打得过对方再出手。你要比家世很好，我们这里一个代表文宣王府，一个代表右相府，一个代表平南将军府，小女子不才，却是可以代表誉王府。我问你，凭什么在我们面前嚣张？你惹得起谁啊？抱歉。那位堂兄说完，然后驾着清乐就下了楼去。都走了老远，还能听到清乐在叫嚣的喊着：凤羽恒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。掌柜的，别忘了让清乐郡主把晚钱赔了，给他打个折，就收5两银子吧。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本以为我那一向任性妄为的九弟这辈子估计寻不到合适的姻缘，却没想到人家还真就找了个比他还任性妄为的丫头。据说安定王妃过些日子要过寿，好像差不多日子了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办一场，你去吗？我才不去，他们那叫什么王府啊，就仗着安定王的爵位摆架子，可惜后继无人，我才不要去给他们这个脸面。按说是世袭的王位啊，安定王自己没儿子，就没想别的法子，比如过继一个过来。谁能让他这么干？以前的安定王可不想过来着，过几个孩子继承王位，但黄伯伯说了，过继的不算。然后安定王又闹了个王妃换子的戏，10几年前就被黄伯伯用滴血验亲给戳穿了，并且告诉他，世袭的王位必须要亲生的血脉，如果再胆敢混淆王室血统，那顶安定王的帽子就给他摘掉。后来他就老实了。哎，你怎么想起来问他们家过寿的事儿？不会是想去吧？是那日在寺里临回来时，清乐郡主来跟我父亲说的。凤府以前好像也没有派人去过，你那大姐姐凤沉鱼，凤家当个宝一样供着，应该是觉得安定王府的寿宴不够档次，等着在宫宴上亮相呢。今年你回来了，不知道凤府是怎么打算。如果凤家今年要你去，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，省得你挨欺负。不用，要是连一个安定王府都摆不平，我将来怎么走进誉王府？霸气！那就是凤家的大小姐吗？凤家这个女儿据说生下来时就有霞光盖天，听说以前是个庶女，后来她娘亲上了位，这才成了嫡女的。那原来的嫡女呢？那个才是原本的嫡女，可惜她外祖家里招了祸，凤家怕受牵连，就将原本的大夫人赶下了堂，把凤沉鱼的母亲扶上了位。我也知道这个事儿，姚家以前就与我们府上挨着住，当年多么风光的姚家呀，如今门口的灰吊子都
都结了老长，姚府没有新人住？没有，听说府邸还是姚家的，并没有被皇上收回。你们是来给我母妃祝寿的，都不进院子里去办正事儿，在门口站着乱嚼什么舌根子？陈瑜见过清乐郡主，哼，原来是凤府的大小姐，我还以为是哪家的新娘子想来我们安定王府这里讨点赏钱呢。郡主真会说笑。清乐郡主，好久不见啊，你这脸蛋已经不肿了，好多了呢。凤羽恒，你给我等着，敢来我安定王府，有你好受。行啊，等着就等着。安定王府啊，久仰大名，我总得来看看当年被我那未婚的夫君烧完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。终于有个安静地方了，都是些什么人呀？像菜市场的大妈一样吵到闹瓜头。你们说的山野千金是不是就是那位？我瞅着长得还行，不像外面传的那样是个山村孩子。当然不像，好歹人家以前也是凤大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女，好歹是个王府，怎么请来的人都这么不上台面啊？我觉得祖母给咱们做的衣裳还是有点太好了，跟这场合不配套啊。昨天金针姨娘还说送帖子的人提到七皇子，这种场合怎么配七皇子到场？小丫头，邓春心啦！二姐姐你说什么呢？在那里，凤相家的女儿，虽说是庶女，可能也是一品大员家的庶女啊，咱们快去套套近乎。可不，那位穿的像是办喜事的嫡女，咱们还是别指望能说上话了，我只看着就觉得有距离感呢。看到没，这片花园全部都是翻修过的，原来的据说比现在气派好多倍。哎，可惜啊，被九皇子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。你们说这花园是被烧了之后重建的，那安定王就平白的被烧了王府，也没不乐意？当然不乐意呀！当年那安定王很气愤的进了宫，一纸御状就把九皇子告到了皇上面前。那皇上怎么说啊？皇上就对那安定王说，你连一个王府都看不住，还好意思上朕这来告状？还有呢，安定王因为皇上这一句话，回去之后便下令招了好多侍卫看管王府，然后皇上又治了他个私吞兵将之罪。他们这边说说笑笑的好不热闹，对面亭子里凤沉鱼正跟清乐面对面站着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这二人凑着一处，只怕没商议什么好事，八成又是与我有关。二姐姐，他们都是来给安定王妃祝寿的，这样子背地里议论人家府里的事好吗？想来每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不然你看那些王府里的丫鬟，明明都听见了，也没见谁过来管。看来这安定王的名声实在是不好，以前我不常出门，也没有认识的朋友，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跟家里还真是一模一样。是啊，家家都有权斗之术，凤府终日不得安宁，这安定王府也好不到哪去。那是谁家的新娘子？民女凤沉鱼。凤沉鱼，她就是凤家的嫡女。哼，在我的寿宴上穿成这样，也是有点过分了吧？原来是凤家大小姐。凤大小姐穿成这样子出门，凤大人都没拦着点吗？家里对王妃寿宴十分重视，临行前特地嘱咐我们姐妹三人一定要盛装出席，这才算是对安定王府的尊重。不必多礼，坐下吧。场上歌舞表演开始了，有一些坐得近的夫人小姐们正上赶着跟陈鱼套近乎，于是一个敬茶，另一个递果子，还有送点心的，甚至还有送银票和玉饰的。一时间，陈鱼成了场内最热门人物。凤家果然都是贱人，蠢货！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凤大小姐，我劝你日后出门还是把面遮起来，省得四处惹人惦记。都是陈鱼的错，请王妃责罚。安定王妃大寿之日，
怎谈责罚？血色肉色天姿国色，你与世人，我与少佐一捧过。本王是代表皇家来给安定王妃贺寿的，王妃无需客气。多谢唇王殿下赏光，真是令安定王府蓬荜生辉呀！多日不见，唇王殿下一切可好？七皇子不会是看上大姐姐了吧？不可能，据我对这七皇子的了解，他这人虽然看起来无害，但你绝对不能把他面上表现出来的和实际要说的做的混为一谈。不信你看。请问您是哪家的小姐？本王与你可曾相识啊？我是左相凤府家的嫡女，我叫凤沉鱼。唇王殿下前些日子到府，我们是见过的。小姐如此说，本王就记起来了。不知殿下今日也要过来，沉鱼应该早些去给殿下问安的。凤大小姐多礼了，凤家就只有大小姐一人前来吗？本王那弟妹可曾到访啊？二妹妹和三妹妹也来了呢。殿下既是来为安定王妃贺寿的，那就请上座吧。每年王妃寿宴，父皇都会派我们兄弟其中一人来给王妃贺寿。今年本王过来，同样带了父皇和母后亲自备下的寿礼，已交由前院长司，祝王妃福寿安康。多谢皇上和皇后娘娘，也多谢王爷。王爷快请上座吧。今日王妃是寿星，理当上座，本王也就过来给王妃道个寿，王妃且安坐便好。本王在下面同弟妹攀谈几句就回去了。为什么你这桌上连盏茶水都没有？不招人待见呗。给凤二小姐上壶茶。是，殿下。临来时啊，九弟还同我说要给你带些宫里新来的御厨做的点心，我出门时就让下人送到你的同生轩去了。多谢七哥。给安定王妃祝寿是你们皇子轮着来的吗？今年刚好轮到你。也不是轮着来，是谁也不愿意来。明儿让我跟你说，这安定王府的寿宴没什么劲儿，你要喜欢热闹，还是月夕节的宫宴好一些。我听天哥说过。你要喜欢热闹，还是月夕节的宫宴好一些。我听天哥说过。殿下。凤大小姐。殿下不必这样客气，叫我沉鱼就好。天哥自小就跟明儿一样，是个祸事精，我们这些哥哥们也没少给他收拾烂摊子。哥哥疼妹妹是应该的。哦对，那天我在仙雅楼看见七哥了。我也看到了，能为自家伙计撑腰，的确是个好主子。二妹妹跟殿下叫七哥啊，那我自然也是要跟着叫七哥的，七哥不会介意吧？阿恒叫我七哥，是因为他跟明儿的关系。本王下面只有2个弟弟，凤大小姐的意思是，你与我那八弟……没有，沉鱼跟八殿下见都没见过，七哥一定要相信沉鱼。你让本王相信你，可你为何叫七哥？本王早说过，阿恒叫七哥，那是因为他是本王的弟妹。你若没了这层关系，那就是攀附皇亲。本王要回宫请示一下父皇。凤沉鱼只觉得这唇王殿下看起来面和心善，但话语间却丝毫都不留余地。他纵是有心见缝插针，也根本寻不出缝隙来。凤大小姐东西掉了。是送给殿下的。拿回去还他，或者给你父亲，就说这次的事，本王可以不与他计较。若再有下一次，请凤相大人亲自来与本王说话。祖母，父亲一定要给沉鱼做主啊！沉鱼苦练琴技多年，为的是什么？父亲当初也说过，沉鱼的琴技绝不能轻易外露，那是要留给……可是今天就在安定王府，二妹妹逼着我为一群舞姬伴乐，父亲，沉鱼觉得好委屈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父亲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自从你回来，咱们府里就没消停过。为父今日就问你，到底是想做什么？如果是想报3年前被赶出家门的仇，你冲着为父来，何苦为难你大姐呢？二妹妹，从前你是嫡女，我爱你敬你，就算后来你离了京，可那也并不关我的事，你为何要这样害我？
虽然这件事情很可笑，但我依然要提醒父亲，阿恒不是没有脾气的人。3年前任你们随意揉捏，3年后若还想继续黑白不分，那可就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敢问大姐姐，什么叫我逼着你给舞姬弹琴？我请问父亲是不是有过话，说庶女不可以抢嫡女风头？是有这么说过，可这给舞姬弹琴哪里算是风头？祖母说的是，阿恒也是这样认为的，而且就这个事情还与那安定王妃据理力争过，这一点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。但那安定王妃偏偏就说她府里的舞姬与一般人不一样，是当小姐一样养着的，还说凤家的女儿能给她王府的舞姬伴琴，是得了天大的脸面，阿恒9岁那年就被送到山沟沟里，着实不知道京中已经有这样的变化。那安定王妃说的斩钉截铁，我不得不信呢。安定王妃确如阿恒所述一般。不仅如此，想来父亲和祖母还没有听说后来的事。那清乐郡主与一男子在后堂私会，被所有人撞破好事。大家进去时，那清乐郡主正衣不遮体的与那男子泡在同一只浴桶里。那男的连衣服都没穿，清乐郡主居然还诬赖说是阿恒与人私会，说他是进去捉我的。他们当我凤府是摆设不成？还有呢，那好事不止女宾们撞见，男宾也都在吵。七殿下临走时说会禀明皇上为清乐郡主同那男子赐婚，可清乐郡主却央求安定王让他去跟皇上说，她不要嫁给那男子，她要嫁给誉王，还是做正妃。好大的口气！誉王正妃是我们家阿恒，哪里轮得到那个异姓郡主？估计安定王府的意思是让誉王府与我们凤家解除婚约吧。唉，到底人家是王府，想当年不也是在明知阿恒与9殿下有婚约的情况下，还去请皇上赐婚吗？父亲，一个没有实权的王爷，怎么就敢这样子欺负当朝丞相的女儿，把凤家女儿比作与王府奴才同阶？安定王府就把当朝的一品大员放在那个位置吗？请父亲为我们姐妹做主。你放心，这一笔笔账为父都记得。那座安定王府，我凤家与他势不两立。没让你记恨定安王府，是让你记恨凤羽侯。七殿下的脾气你我都知道，看上去和善，可没有一件事跟七殿下是能商量明白的。可以请二小姐跟七殿下打个商量啊！本王听说二小姐与七殿下十分熟络，还跟七殿下叫七哥。王爷，郡主与那侍卫情投意合，为何王爷不大方成全，还要棒打鸳鸯？哪里是情投意合？那是什么？都是小女不懂事，还望凤大人能帮本王一次。事情若是成了，本王定有重谢。只怕这事要与我那二丫头商量了。老爷，二小姐到了。哼，女儿见过父亲，见过王爷。二小姐不必多礼。王爷客气了。不知父亲叫阿恒至此，可是有事？不是为父有事，是安定王爷有事与你商量。哦，我一个无品无阶的庶女，怎配得上与王爷商量事情？父亲莫要取笑阿恒了，若没有什么要事，阿恒就回去了。凤二小姐请留步。王爷请自重。王爷如此看着民女，到底是何意？民女的年纪比清乐郡主还小，王爷可不要动歪心思。凤二小姐请留步，本王确是有事相求，还请凤二小姐援手帮忙啊！我一个小小庶女，能帮上王爷什么呢？请凤二小姐在纯王殿下面前美言几句，让殿下把那日的事莫要禀明皇上啊！那日的事？哪日？什么事？就是王妃寿宴那日在后堂的事。哦，就是清乐郡主与一男子共浴被所有人都看见的事。阿恒实在是不明白王爷是怎么想的。想来父亲也打听过那日的事了。当时清乐郡主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她要嫁给女儿的未婚夫，也就是誉王殿下。今日安定王爷亲自到府，还让女儿去七殿下面前求情，难道这是在逼着女儿把誉王正妃的位置让出来吗？让女儿去七殿下面前求情，难道这是在逼着女儿把誉王正妃的位置让出来吗？
不会，二小姐放心，清乐那边本王自会严加管教，绝不会涉及二小姐和誉王的婚事啊。是吗？王爷您确定能做得了清乐郡主的主？那为何前些年王爷还在清乐郡主的怂恿下跪到皇上面前去请求赐婚？民女知道您是王爷，咱们小门小府的自然不能跟王府比，所以我父亲就忍了下来。如今清乐郡主还口口声声嚷着要嫁给誉王，父亲，您是一朝丞相啊，为何要受这等欺辱？王爷究竟为何处处与我凤家为难啊？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乃堂堂安定王，你一个丞相也在我品阶之下，有何资格在本王面前耀武扬威？王爷，若本相没记错，是王爷主动找上门来的，耀武扬威的人是你。好，凤景元，你不要太得意，本王今日到府是给你颜面，别以为本王不敢到皇上面前去告你的御状。那王爷就请吧，想来七殿下已经同皇上说明了清乐郡主的喜事，皇上也正等着见您为清乐郡主赐婚呢。王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？贵府喜事将近，应该高兴才是。老爷，有安定王府的侍卫求见。有什么事？王爷，不好了，您快先回府去看看吧，咱们王府又被九皇子给烧了。什么？王爷，不好了，您快先回府去看看吧，咱们王府又被九皇子给烧了。什么？你笑什么？王爷，我在自己家里笑一笑，您发什么脾气啊？王府出了那么大的事，王爷怎还有心情与本相这小女儿斗嘴？哼，我们走。誉王殿下火烧安定王府的事，你事前可知晓啊？真不知道。想来殿下是在为你出气呢。也是为凤家出气啊！安定王府寿宴当日，受了委屈的可不只是阿恒一人。大姐姐那样绝艳的琴技弹给了一群奴才，三妹妹虽说是庶女，可平白无故的被下人泼了一裙子茶水，这算怎么回事？为父知道你们都受了气，今日为父不也没给安定王好脸色吗？你要明白，为父如此做也是要顶着极大压力的。父亲放心，若安定王真的要到皇上面前发难，阿恒定会请求誉王殿下帮衬着家里一些。不过想来那安定王也没工夫跟咱们计较，他家里不知道被烧成什么样了呢。九皇子自小就是这个脾气，但愿他今后待你能不同些，你切记不要惹怒了他。多谢父亲，女儿都记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那日寿宴上大姐姐送给纯王殿下的，纯王殿下没要，让女儿带回来拿给父亲，还说这次的事儿他可以不与大姐姐计较，但若再有下一次，就请您亲自去与纯王殿下说话。凤锦元盯着那荷包气得不轻，陈瑜不擅长女工，一看就是出自他的手，可他明明警告过陈瑜，不可以在凤家表明立场之前擅自与男子来往，陈瑜为何不听他的劝告？你回去吧。好。虽说阿恒与誉王有婚约，可那誉王做的一桩桩一件件好事，只对阿恒个人的，对凤家可是一点脸面都不曾给过。纯王无心皇位，陈瑜要坐上凤位，就要断了对纯王的念想，是该有个抉择了。安慰。凤下，上次让你去查三皇子，可有查到动向？三皇子5日前曾接触右相封大人，但封大人没见。2日后，封大人投了二皇子。另外，三皇子早有暗中蓄养兵马的意图，已经屯兵3万有余。很好，是个有胆识的。大人可是要去三皇子的襄王府，是时候往那边走一趟了。我凤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场夺嫡之战，若再不拿出个态度，只怕为时已晚呢。明白。来人，备车。早些日子不是说凤兴陵事吗？如今兴事走向如何了？凤兴已入京城，兴事渐亮，于凤轨中稳步行进，10年之内若无异动，可进入主位。新的凤兴进入主位，就意味着原本的凤兴要让出位置来，而这新凤兴所对应的皇，却不是如今这个天武大帝，是指新主。新主登基，旧皇驾崩。
生老病死乃人生轮回，朕并不怕死，只是想再多要几年，好歹为那孩子铺一条平稳的路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明儿，朕不知道你选的那个丫头到底有没有本事，如果一个凤家就能把她给害了，想来也成不了大事。陛下，凤相进了襄王府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有了一个明儿还不够，还真妄想让他的大女儿攀上凤位吗？朕倒要看看他选中的老三到底有多大出息。班总，你去趟普渡寺吧，瞧瞧沈氏那边有什么动静没？现在？对，现在。那主子你可不要出府。知道了。快快，换件普通的衣裳。咱们到安定王府去看看，刚才是谁答应搬走不出府的？没事啦，我们又不出京城，这大白天的哪里会有危险？二小姐，慢点跑，忘川，快点！定安王府就这样被烧得毛都不剩。故事就是故事，夸大其词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把安定王府烧得毛都不剩，那得着多大的火啊！这位小姐有所不知。昨日的大火从晌午刚过就开始烧，一直烧到了后半夜。安定王府养的马都烧得一匹不剩，马都烧死了，人跑出来了吗？听说清乐郡主烧的头发都没了，安定王妃也烧光了眉毛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可就不知道了。忘川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参观定安王府遗址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好，凤丞相。真稀奇，媳妇换来又换去，嫡女人人都能做，如今又要舍陈鱼。凤丞相，真稀奇，媳妇换来又换去，嫡女。凤相，本王要接陈鱼的凤命不假，但你见过哪家的凤凰是庶出的？襄王殿下放心，陈鱼是凤家嫡女，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是吗？想来凤相是不怎么上街，你出去听听。连街边的要饭花子都知道你凤家要把嫡女换了人，为何凤相还能说得如此斩钉截铁？殿下，臣一定会尽快平复谣言，死保陈鱼嫡女之位。陈鱼的母亲正在寺中为凤家祈福，也有些日子了，臣近日便会派人将她接回。嫡女就是要名正言顺，她的母亲可以死了，但总扔在寺里算怎么一回事？臣知襄王殿下如今正是用赢钱之时，这点心思还望殿下收下。哼，凤相这是做什么？臣既已追随殿下，理当为殿下分忧，还望殿下不要嫌弃啊。本王说的话你回去也好好想想。另外，本王既与你结成一派，也不全是冲着你那被传言奉命的女儿。凤相是当朝左臣，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仰仗大人呢。殿下说哪里话，能为殿下分忧是臣的分内之事。主子，据说沈家人去过几次普渡庵，那是偷偷见的沈氏。哦，那沈氏如今表面上比以往和善了许多，白日里竟也会跟着姑子们一起挑水摘菜，但一到了夜里，伪装马上就会卸去，对那叫满喜的丫头非打即骂。果然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想来是沈家为让沈氏返回凤府出的主意。哼，看他能争多久。主子，属下得知您父亲最近有接触三皇子玄天业，应该是在储位之争上明确了凤家的立场。玄天明知道吗？殿下知晓。说起来，你们殿下是哪个队伍的？属下不知，殿下平日只与七殿下走得最近，但七殿下曾明确表示过自己无心九五之位。那这样一来，他就没有站队了。没事了，你忙你的吧。班总，你还有事儿？听说属下往普渡庵去的时候，主子出府了。我就是去参观了一下安定王府的遗址。可是主子答应过，属下不在的时候不出府的。我又没出京城，会有什么事儿啊？再说，不是还有忘川的吗？而且你家主子我也不是吃素的呀。你看，我自己对付3、4个人也是不成问题的，真的不成问题。真的不成问题吗？那好，那属下去找忘川谈谈。
如果我的身体素质能像前世那样好，也不至于连出个府门单走都不放心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自己不够强大，不行，我得加强锻炼。变强。主子，你也就差点轻功。轻功嘛，有点难啊。哦，不带运轻功的，运轻功你就输了。我腿脚不好。凤宇恒觉得玄天明这人最擅长的就是不要脸。你是腿脚不好，可你坐在轮椅上运起轻功，比人家马车跑得还快吧？你倒是继续跑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才锻炼了没几天，体力还没恢复上来呢。他早听说这丫头每日早晚都又跑又跳的事，本来今晚是想来看看她，还带了些好吃的点心，谁知道这么晚了，她居然还在花园里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练的哪门子血功啊？失眠不行吗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练的哪门子血功啊？失眠不行吗？你送来的那个暗卫瞧不起我这个主子，我不练好些给他看，还真得被他看扁了。你本来就不如班总。那只是暂时，术有专攻，我又不擅长轻功，当然不能同他比。但若论其他的，班总不见得是我对手。你擅长的是什么？哦，医术。不止，以后慢慢的你就知道了。一下子把谜底给揭穿是最没意思的事。你咋那么狠？安定王府直接被你烧没了。因为他们欺负我媳妇儿。谁是你媳妇儿啊？还没过门呢。小丫头还知道脸红了。想当初在西北的大山里相遇时，是谁第一次见到我就偷偷流口水来着？沈天明，如果你晚上都不怎么忙，那能不能偷偷跑出来教我耍鞭子？最基本的鞭法主要有缠、抡、扫、抛等等，基础的练好之后，就可以练成套路，而且左右手可以轮换着用，舞起来虎虎生风的，那也是壮观。不但舞起来壮观，最主要的是这种东西易于携带，隐蔽性也强，打击力又大，十分实用。你要是学会了准备上战场是怎么着？以防万一。两人约定好每晚都来这花园里一起练功。玄天明左右看看，发现虽然上了秋，但园子里蚊子还是不少的，不由得介意。要不我接你去裕王府的练武场？约会都是男孩子来找女孩子的，我上赶着算怎么一回事？哈，约会？好，那我过来找你。你往菜里放了什么？药。什么药？刚才报菜名的时候已经说过了。我问的是毒药。父亲为何说我放了毒药？父亲找人验过了吗？大夫来了吗？有人亲眼看见了吗？无凭无据就说女儿往菜里下毒，那请问父亲，为何你们吃着都没事儿，只有母亲和大姐姐出了问题？有可能是我们还没到发病的时候，只是母亲和大姐姐体质弱，反应来得快了些，说不定到了晚上我们就都……四妹妹说的可真是有模有样啊，真不知道我作为凤家的女儿，处心积虑的毒死了全家人，对我到底有什么好处？都给我住口！将今日做饭菜的那些人全部都给我叫到这里来。见过凤相大人，见过凤相大人。这年轻人气宇不凡，见到本相不卑不亢，完全不像一个厨子。敢问先生在何处谋事？为何到我凤府来充当一名厨工？在下莫不凡，本是一名江湖游医，得圣上赏识，留于宫中，专门为皇上、皇后娘娘以及云妃娘娘配制药膳。身后这几位便是这数月来与在下一起制作药膳的御厨。凤相，适才在下往这边来的时候，听说是今日的药膳毒伤了府上的大夫人和大小姐。没错，既然你承认饭菜是你们做的，那就要给我们凤家一个说法。没错，既然你承认饭菜是你们做的，那就要给我们凤家一个说法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莫先生，只怕这里有些误会。我就说嘛，皇上与皇后娘娘3日前才刚用过的药膳食谱，怎么到了凤家就吃伤了人呢？误会，那是误会。
凤相，我等今日来到凤府，是陈王殿下与誉王殿下同时求了皇上，说是凤家的大夫人回府，请在下带着御厨来为府上准备膳食。什么？是陈王殿下与誉王殿下同时求了皇上，才请来莫先生的？不行，我不能连累齐殿下。今日这席面，所有菜肴均为3日前皇上与皇后娘娘用过的，食方由在下亲自调配，所用的所有食材全部都是从御膳房运送过来，所有药材出自凤家自家的百草药堂，且这些药材在下锅之前均经了在下的手，由在下亲自验过，再扔到锅里。凤相觉得是在下有问题，还是这些专门给圣上做御膳的厨子有问题？都没有问题。那眼下是怎么个意思？哦，大人莫不是不满纯王殿下和誉王殿下的安排？那凤相可真是辜负2位王爷的一番好意了。就在众人僵持的功夫，原本还窝在软榻上装熊的凤沉鱼一下就站了起来，连声道：想来真的是误会了，刚刚是在外面园子里用的餐，只怕是我身子弱，被风吹到了，这才头疼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只怕是我身子弱，被风吹到了，这才头疼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沉鱼没事，说明药膳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沈氏，果然死性不改，蠢笨如猪。凤羽恒是这么好扳倒的吗？再不醒来，这事情如何收场？老爷，大夫请来了。快些给夫人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凤大人，府上夫人可是吃了不干净的毒物呀！大夫，为何如此说？若不是吃了有毒之物，何以要吃催吐的药物啊？催吐？大夫有话就明说吧。府上大夫人发病时肯定有呕吐吧？那是因为大夫人事先服用了催吐的药，这种药先吃下一点，不出半炷香的功夫，就会让人产生呕吐，且伴有轻微抽搐。不过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就没事了，一般都是用来紧急解毒的。凤相，在下不才，医术得圣上赏识，可否请在下为大夫人诊上一诊？那就有劳莫先生了。玄天明请来的这位莫先生有点意思。你干什么？看病就看病，为什么要抓我母亲的手啊？休得胡言！奇怪，凤相请看，大夫人为何要这样做？诸位可看到这是什么了？这便是催吐的药，想来大夫人服用的就是这个。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来！贱人，你为什么不死在西北的大山里？回来干什么？你一回来，我们的生活就全乱了。都是你，是你害陈鱼嫡女的位置不稳，是你害子浩身患重病，你个贱人，你该死！母亲，陈鱼，你干什么？在下早就听闻凤家二小姐自3年前就已经离开京城，去往西北，期间从未回来过。而这位少爷的病症是近2年才患上的，与府上二小姐无关呢。为何凤家夫人要如此说呢？阿恒，还是先请莫先生去你的同生轩坐坐吧，这边的事交留为父处理。既然大人家里有事，在下就不多留了，也要回去向皇上还有2位殿下复命。告辞。惹上了云妃，惹上了文宣王妃，这还不够，如今他都招惹到皇帝头上了呀！母亲，保重身子。嫡女就是要名正言顺，她的母亲可以死了，但总扔在寺里算怎么一回事？看来沈氏不能留了。母亲，父亲说了，陈鱼永远都是凤家嫡女，不管将来主母的位置由谁来做，那个人都只能算是田房。她所生的孩子是继嫡女和继嫡子，是不能同陈鱼比的。母亲您安心的去吧，不用担心陈鱼和哥哥，那些加害于我们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
苍天饶过谁？这不，你那蠢娘的报应不就来了？说起来，真是世事无常呢。谁能想到名门望族竟会惹上那样的官司？所以说，今日不与明日事，看得到明天的太阳，才算是又过了新的一天。就像母亲您，阿恒刚回来时，您是何等的气派啊！怎能想到今日竟重病身亡？所以说，世事无常，世事无常啊！世事无常，是呀。从前的凤羽恒何等的被府里看重，如今呢，嫡女贬庶女，谁又能保证我以后一定还是凤家嫡女？万一什么时候再出来个算命的王八蛋，突然指着粉黛说他才是凤命，那我又该怎么办？母亲啊！母亲啊！你怎么死得这么惨？母亲啊，你怎么死得这么惨？儿子才走了几日，那该天上的凤羽恒怎么就把你给害死了？孽种，休得胡言！凤羽恒，你去死！大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母亲是病死的，与阿恒有什么关系？什么病死的？都是被你害死的！快救火呀！着火了！我的脸，看看我的脸有没有伤到。大小姐，你的眉毛……大姐姐，你怎么样？大姐姐，你毁容了！我的眉毛一点都没有了吗？一根毛都没剩。你有没有办法能让你大姐的眉毛再长出来？我问你话呢。父亲，府上主母过世，我规规矩矩的守灵。大哥哥从书院回来，问都不问一声，举着剑就要杀我。为何父亲不问问我有没有伤到？为何父亲不关心一下你险些被杀的女儿？难不成父亲也同大哥哥一样，认为母亲的死是阿恒做的？那阿恒可就要好好研究一下母亲的死因了。到时候若有什么需要父亲配合的，还请父亲不要推脱。纯王殿下到！翼王殿下到！纯王殿下到！翼王殿下到！春王殿下，春王来了，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，不要让他看到我的脸。为何不能让本王看到你的脸？都起来吧，今日本王是与皇帝来凤府吊唁，不必拘于这些虚礼。这位姑娘为何要这般？把你的手放下来，二位殿下在此，请容得你无礼。不要！凤锦元这是想要打消陈瑜的念头，可陈瑜哪里肯在玄天华面前暴露如此丑态，说什么也不肯，转了身就要离开，却被凤锦元示意下人给拦住，当着玄天华的面生生地将他两只手放下。凤府的下人，殿下见笑了，这是臣的嫡女陈瑜。殿下你见过我，我原本不是这样子的，刚刚灵堂起火烧了我的眉毛，殿下放心，这眉毛很快就会长出来，请殿下千万不要讨厌陈瑜。出口，快将大小姐带下去。殿下相信我，我的眉毛很快就会长出来呢。凤府可否给本王一个解释？请殿下千万莫怪，刚刚灵堂突然着了火，把陈瑜吓着了。求真王殿下给我母亲做主啊！孽种，休得胡言！好儿啊，我的好儿啊！求玉王殿下开恩。跟着本王这么久，你怎么还是笨得让人生气啊？有人想杀你，你就该用最快的速度先把对方杀了。这种人死在你手下，那你就是正当防卫。就算是被人告到皇宫里去，本王也是会在父皇面前替你讲这个道理。未来的玉王妃遭遇刺杀，这事儿刚好被本王撞见。晚些时辰进宫时，
定会向父皇说起。请两位殿下一定息怒啊！臣的儿子刚失了母亲，他受了太大的刺激，这才情绪失控，并不是真的要刺杀他二妹妹啊！请两位殿下明鉴。哼，凤大人还真是有趣。本王几年之后就是要与你成为亲戚，按理说还应该叫您一声岳父，但未来的岳父，您这样子讨好本王，可就有点太过了。怎么能总把至亲之人送来给本王练习鞭法？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的尸身被烧坏了。什么？凤家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？为何要遭如此天谴呢？老太太别急，明日本王请个法师来给凤家启坛做法，一定帮您查出来到底是做了什么孽。做了什么孽？凤锦元想骂人却又不敢，只能吩咐那河中赶紧去重新买新的棺木。至于人，反正是放在棺材里面的，外人看不到就行。事已至此，祖母就不要太悲伤了。虽然阿恒也不明白大哥哥是跟母亲结下了什么仇，居然要下如此毒手。母亲已去，大哥哥这是在烧尸了。锦元，这事儿怪得着阿恒吗？丧礼期间，我便不与你计较。待事情办完，你定要给我个交代。我倒是想问问，到底是谁跟子浩说了些什么话？为父之前也是被气糊涂了，没顾得上你的委屈。阿恒，你看在府里出了这么大事的份上，就体谅体谅为父吧。今日这事全是你大哥哥的错，待丧礼结束，为父亲自押着他，让他给你赔罪。好啊，到时候也请父亲与阿恒说句实话，到底是谁怂恿大哥哥这样做的？如果父亲查不到，那阿恒也可以自己去查。一定会查出个结果来，让两位殿下见笑了。眼下灵堂被毁，想来吊唁也是不可能的事，不如殿下先到客厅去休息一下，趁这就找人重新布置灵堂。那凤大人就快些处理家中事情吧，我与皇帝去客厅坐坐。我留在这边照顾祖母。玄天明，你自己要不就带七哥到同生轩去做吧，子睿还在那边，你帮我照顾一下。临来时带了那小子爱吃的点心，七哥还给他备了一套西番进贡的笔墨，还好一并给他送去。那就快去吧，七哥走好。你说子浩动了剑，有没有伤到我们阿恒？火烧的厉不厉害？忘川会保护阿恒，没事吧？听到没？这才是亲娘，并不是所有的养母都是坏的。咱们母妃与我来说，就与生母一样。那是，我娘能跟别人娘一样吗？拜见纯王。夫人不必如此，您是阿恒的娘亲，若我受了您的礼，阿恒会咬我的。很厉害的殿下，你是来看我姐姐的吗？我已经看过你姐姐了，现在是来看你的。四小姐往这边来了。殿下先在这边坐坐，妾身得带着子睿到前院去了。夫人放心，恒恒没事，随你娘亲去吧，哥哥改日还会再来看你的。那殿下哥哥要说话算话。好的。原来明儿对一个姑娘生起心来，也是会让人觉得暖的。哼，是吗？殿下，凤家的四小姐往这边来了，估计是冲着您来的。七哥且随我来，去看一场好戏吧。七哥且自寻个好去处，好戏很快就会上演了。哼，你呀。你们就留在这里，就在这里等着，不许再上前一步。两个丫鬟们深知四小姐的心思，在心底是极为不耻的，但毕竟是下人，即便有想法，也不可能表达出来，还是按照粉黛的话去做。是四小姐。凤粉黛觉得没有男人可以一直冷情，上次伤了他的胳膊，许是因为大庭广众之下得给凤宇恒留面子，如今这地方一个人没有，他就不信凭自己的一片痴心，那九皇子真的会无动于衷。1、2、3。
去救人。凤家本来就是在办丧事，你何苦再给人家添一口棺材呢？那不是正好，省得再办第二次了。殿下，已经有下人去请凤相他们往这边来了，殿下这边要怎么处理？就扔在这儿，让他爹来给他收尸。请凤相给个解释吧。我要怎么解释？刚才去请人的小丫头说，四小姐来同生轩找九殿下了，我吓得腿都软了。难不成我要说这粉黛对九殿下有？粉黛，殿下，粉黛好想玉王殿下，粉黛知道殿下也喜欢粉黛。殿下不要二姐姐了吧，粉黛嫁给你，殿下。奴才好心好意救你上来，傅四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你的嘴给我闭上！粉黛，四小姐是怎么进同生轩来的？我这园子什么时候容人随便进出了？四小姐说是二小姐让她过来给玉王殿下送东西的，还告诫奴婢不要耽误了二小姐的事。四妹妹，我何时让你给殿下送东西了？殿下来后，我何曾见过你？臣家里这几日实在是太不安宁，给殿下惹了这么多麻烦。这个恶女是臣管教无方，任凭玉王处置。刚才本王还说让你们家把丧事一块办了，也省得再费二次劲。七哥却劝本王说你们家已经够惨了，何苦再添一口棺材？可本王还是觉得有事儿一块办比较省心。凤相您认为呢？请玉王殿下看在臣的薄面上，给这丫头留条活路吧。凤相，同样的错犯2次，那就不是错，而是挑衅。臣承诺待府里丧事办完，立即将这丫头送出府去，从此她便再不是我凤家女儿，生死都与凤家无关，还请殿下应允。凤相的家孩子还真是与众不同啊，想必新的灵堂也搭建好了，我们去上纸箱，就回去吧。就按凤相说的办，我们恒恒真是命苦，不但受长辈的欺负，连妹妹都能踩到他的头上，可怜呐，还要在这个家里待上3年。真不知道凤相到底能不能交给本王一个健康活泼的王妃。请王爷一定放心，凤家定会善待阿恒。哼！殿下你不能不要我！送四小姐回房，派人严加看守，绝不允许她走出房门半步。老爷你不能这样对粉黛啊，她还是个小孩子，还什么都不懂。老爷不能把粉黛像大夫人那样给杀死呀！杀死？母亲是被杀死的？胡闹！我凤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女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都给我关起来！臣愚多谢七殿下能来吊唁母亲，殿下这份心意，臣愚记下了。凤大小姐客气了，弟妹家中出了事，本王陪着明儿来走一趟是应该的。陈宇，2位殿下就要回府，你且让开。殿下这么快就要走了，不如留在府中用过饭吧。你们凤家到底是在办喜事还是在办丧事啊？陈宇，凤大小姐，你那眉毛画的一边高一边低呀！陈宇赶紧以手遮面，却又发现人家七殿下根本就没有回头看他一眼，不由得心底微酸。凤锦元看着陈宇这个模样，心底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慨又涌了起来。陈宇，你得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这样的事，为父不想再看到还有下一次。父亲选的人就必须是三皇子吗？是的。可三皇子有正妃啊。正妃是正妃，只要你听话，必然会是将来的皇后。为什么不能是七殿下？朝堂上的事情你不懂，但为父不会害你。为你选的一定是一条天底下最宽敞的大道。陈宇，你记住，你是凤命，将来是要母仪天下的。母仪天下这4个字又像魔咒一般在陈宇心里打了烙印，他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总算是收回了一些。女儿记得了。我姐姐的死因，凤大人可否给个交代？众人皆知沈氏是重病身亡，你想要什么交代？重病？
重病为何你不去请大夫给他看病？你怎么知道我没请？我凤家纵使在财权上不如你们沈家，但也不至于连个大夫的诊金都付不起。我那妹妹向来身子骨极好，怎么可能突然就生了重得致命的病？凤景元，你今天要是不说出个道理来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放肆！不客气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这是威胁当朝一品大员！我告诉你们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，往后锦元若是出了差池，你们沈家通通都得下大狱。我家大哥伤心过度，有失言的地方，还请老太太见谅。只是我们实在是接受不了家妹的死因，还请凤家能给个说法。求求，父亲没有骗你们，母亲的确是生了重病，家里请了好多大夫来，连宫里的太医都请过2个，可是都治不好啊。沈氏的事情别人不晓得，他沈万良是心知肚明，他曾亲自去给沈氏找药，还派了人去送药，只是那些送药的人却都命丧凤府。他几乎不相信说出这一番话的竟是他从小就疼爱着的外甥女。你可知你是在说些什么？你可知那棺材里躺着的人是谁？我当然知道，那是我的母亲，10月怀胎生下我的母亲。那你为何还要说出这样的话？可是这里也有我的父亲，母亲是病死的，陈瑜作证。罢了，我们给姐姐一并上炷香吧。从此以后，沈家与凤家一刀两断。敢问凤相，姐姐停灵需要几日？明日便是第3天，弃灵回老家下葬。想来凤相也没有功夫扶灵回老家，府上也都是千金之体，不宜劳累。不如就让我们兄弟送姐姐最后一程吧。也好，那就有劳了。漂亮！果然我家媳妇天资聪慧，短短几日，这鞭法就练得炉火纯青了。我都给了你一条，你还想把这条也霸占了去？这个我不要，这样的东西我可没法盘在腰间。对了，月夕的宫宴就刚好是8月15的晚上吗？凤家以前都是谁去？你离京这3年，凤家女眷好像只有老太太去了。倒是3年前，你娘亲姚氏会跟着凤锦园一道进宫。我记不太清了，那时候我根本不理府中的事，更不喜参加什么宴会。今年你逃不过了，未来的誉王妃，父皇也等着开开眼呢。皇上什么阵仗没见过，用得着拿我开眼吗？他只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丫头能入了我的法眼。我们说点有趣的，听说月夕宫宴时清乐郡主会被赐婚。这个的确有趣，父皇是有这么个话，想来还有一番闹腾呢。哎，一转眼你们这些丫头都到了要被赐婚的年纪，就连你那个自认为天仙一样的大姐姐，老三都给她留着正妃的位置呢。凤家的眼光可真不好。听说3皇子早就娶了正妃了，你中意的是谁？这些个皇子中，你中意的到底是哪个？我中意谁都是正常，就唯独不可能是老三。为什么？你猜？玄天明，你这种表情最招人烦。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呀？哼。要不明儿让殿下别来了吧？自打跟了我，你的性子倒是越来越向皇权靠拢。许是跟着小姐比较轻松，不像是跟殿下在一块的时候，气氛总是那么压抑。对了，你跟我到药室来一下。是，小姐。这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一份手册，写的全部都是对于病人的护理应该如何进行。子睿这2日就要去萧州了，到时你同他一起去，给那12个丫头找到一位略通药理的教书先生，一边教他们习字，一边教些基础的药理知识。你再从那12个丫头中选出一位稳重的，将这册子交给他，待他们学的差不多，就可以照着这上面写的去练习。这一来一回的，月夕就要到了。奴婢若是赶不回来，小姐一定要带着皇群进宫，皇宫里搬走是进不去的，小姐自己多加小心。你家小姐我又不是真的软柿子，更何况月夕的宫宴不是男宾女宾在一起的吗？玄天明也在啊。是奴婢多虑了。凤大小姐能来赴约，想来还是有几分胆量的。原来是清乐郡主，坐吧。这衙间里就我们2人，郡主何苦还戴着斗笠？我摘不掉，我只怕这一辈子都不敢摘掉斗笠了。你被烧伤了脸。
哼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拜你那二妹妹所赐，我被烧光了头发。看习惯就好了，我最初看到这颗头，差点没自己把它给砍下来。你知道吗？我的头发再也长不出来了，都是那个凤羽恒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陈瑜知道，聆听了对方的心事和秘密，那是一定要用自己的秘密去交换的，这样才能换来更深一层的友情。于是就当着清乐的面去擦自己的眉毛。拜凤羽恒所赐，我如今也是跟郡主一般模样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他给你剃的？想来郡主也应该听说了在我母亲的丧礼上发生的事吧？你哥哥放火的事。可哪有亲生儿子故意放火的道理？还不是因为哥哥知道母亲是被凤羽恒给害死的，这才失控想要杀了他，一不小心却点燃了灵堂，烧了我的眉毛。郡主您说，我这笔账不找凤羽恒去算，难道还要找我那哥哥吗？自然是要跟凤羽恒算账的。你哥哥做的没错，换做我也是要将他碎尸万段才能解恨的。对了，你这眉毛还能再长得出来吗？问过大夫了，虽然还可以再长，但首次生长的过程是极长的，至少1年内是没什么希望。要想长回之前那样好，少则也要2到3年的时间。我今年14，3年后早过了出嫁的最好年纪，至少你还能长出来，我却永远只能是这个样子。其实陈瑜与郡主根本就没什么过节，如今又有了共同的敌人，那郡主何不跟陈瑜联手，把咱们失去的都一一讨要回来？我今日来找你也是有这个意思，毕竟你与他都在凤府住着，总比我更清楚他的起居。再者，我这些年的郡主也不是白当的，在外头总有些自己的势力，你我里应外合，不怕那凤羽恒不着了我们的道。郡主放心，日后郡主需要陈瑜配合什么，尽管吩咐便是。只是我们要如何联络？总往府里送信肯定是不行的。这间明月楼是我们王府名下的，我有什么消息会派人送到这里，你也派个得力的丫头勤着往这边跑跑，若是你有安排，也留信给掌柜便可。奇怪，这次宫宴怎么连享荣也在邀请名单里？不管怎样，凤家能够多一个孩子被宫里看中，总归是好事。老太太，帖子上怎么说？以往年里请了老身前去赴宴，另外还特地点了名字，请阿恒和享荣同去。点了名字是说让庶女进宫吗？你们传着看吧。因为审视的原因，陈瑜被罚5年不得入宫。以前的宫宴他为了保持神秘感，从来也没有去过，而今年他是真心想去，却又为时已晚。都看明白了吧？阿恒和享荣就准备一下吧。陈瑜的事儿，以后让你父亲再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在云飞那里缓和一下关系。多谢祖母关怀。姚氏，你以前也是参加过宫宴的，规矩什么的都明白，就帮着阿恒和享荣多张罗张罗吧，别让2个孩子失了礼数。妾身知道了。凤羽恒看着身边享荣紧张又兴奋的小模样，就觉得有趣，再看看陈瑜那一脸憋屈的样儿，于是他决定给陈瑜再加一把料。听说月溪的宫宴上不只是女眷和朝臣们要参加，所有的皇子也要一并出席，且不分男宾女宾，都在一场席面上。没错，因为月溪是团圆的日子，所以也就没那么些规矩，同大年饭一样，男宾女宾是不分2场的。除了誉王和纯王经常见，襄王殿下在母亲的丧礼上也见过1次外，其他的皇子都还没见过呢。宫里一共有几位皇子呀？这个我知道，誉王是最小的一个，所以肯定是有9位皇子，没有公主。武阳郡主是全家唯一的女孩。阿恒说的没错，你们是要进宫去的人，多了解一下皇家的事儿也好，省得到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平白的给凤家丢人。祖母教训的是，享荣一定会跟着2姐姐还有姚姨娘多学多打听，不会给凤家丢脸的。那就都散了吧，回去好好准备，算起来也没多少日子了。享荣你知道吗？说起来还真好笑呢，别看纯王殿下平日里不是穿白衣就是穿青衣，又是一副清雅的模样，但实际上
我听说他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，特别是穿着红色衣裳的女子，总是能引他多看两眼。二姐姐，你开玩笑的吧？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红色，七殿下喜欢红色。此时此刻，陈瑜的脑子里无限的回绕着这样一句话，慢慢的生了根，发了芽，怂恿着他当下便派以月望明月楼，邀约清乐郡主傍晚时在明月楼相见。我这三妹妹就是胆子小，也没怎么出过门，你们别介意啊。小龙妹妹软软糯糯，很是可爱呢。大胆！清乐郡主，老奴是奉了皇后娘娘的命令，在此查看进宫女眷的名帖。如果郡主要硬闯，那老奴只好着人禀明皇后娘娘了。嬷嬷，你消消气。按理说，郡主是要排队的，老奴先验了您的名帖，实在有失公平。不过，既然您是郡主，那就破例一次吧。